And you and David have been married how long now? 20 Congratulations. Oh my God. 婚姻维持20年，放眼好莱坞根本是稀有动物。为了庆祝辞婚，小两口特别抽了一天空，飞到巴黎过两人世界。这个单元要来谈一谈婚姻的满意程度。研究发现，目前这个时代，我们并不急着结婚，因此我们普遍的发现是，首次结婚的年龄不断的上升。比如在1970年到2015年之间，男性跟女性第一次婚姻的中位年龄都提升了大约7岁左右，使得许多的人在选择婚姻的过程当中，也希望拥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。那我们也晓得，成功的婚姻是指的任何婚姻的结果，包括离婚率，包括婚姻的品质，对夫妻关系在不同面向的主观评价，婚姻的调整的程度，配偶的身份地位，以及婚姻的满意度，也就是对婚姻的全面的评估。要拥有成功的婚姻，上述的每一项对婚姻的运作都提供了独特的面向。透过这些面向的了解，成功的婚姻所需要的条件、因素以及要做的努力。2016年的研究发现几个关键的因素，包括尊重情感、对待婚姻的态度、表达爱意、尊重观点和对配偶喜爱的重视、忽视配偶的弱点等等。这些关键的因素对于成功的婚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对夫妻而言，双方的同质性和关系的平等，这两个因素有可能决定了一段婚姻是否较为满意。他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、目标、态度、社会经地位、某些特定的自己偏好的行为，以及家庭的背景，这些都可以增加了他们共享、分享类似价值观的可能性。我们根据交换理论发现，婚姻的基础是每个伴侣对关系有着独特的贡献。当双方都觉得关系是公平的，将有助于满意和幸福的婚姻。另外一个研究也发现，伴侣双方会认为信任、互相咨询、诚实、共同决定、承诺是对婚姻感到满意的因素。婚姻满意普遍呈现下滑的趋势，但夫妻之间的差异对这样的下滑的观点是非常不一样的。Kearney and Bradbury 提出了一个脆弱压力适应的模式。在这个脆弱压力适应模式中，认为婚姻品质是一个动态的历程。夫妻在特殊的资源背景下处理压力事件的能力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好，婚姻的品质因此可能会提高。每一个婚姻当中都可能有比较脆弱、容易受到挑战的弱点，而最初的婚姻满意度也可能会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。我们对最初的满意的程度的一种随时间的变化以及适应的过程。当我们努力去改善并且因应压力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会更加的满意这个婚姻。但如果我们的努力并没有提高或者是改善我们的婚姻满意程度，这时候也有可能最后是解除婚姻的情形。从这个弱点、压力适应的模式，我们可以了解婚姻满意的程度是一个动态的历程。夫妻对于压力的适应的
情形，也决定了婚姻是否能够继续。如果夫妻双方都使用良好的减压和策略，也可能使关系更加的牢固。成功的夫妻找到维持爱情关系的方法，是长期婚姻满意度中最重要的因素。